大家好，欢迎观看信息局外人。你有没有这种感觉？在互联网上，明明看到在说的一件事极其荒谬，但底下却有上万条评论说的太对了。每当你试图讲点道理，却被别人一句你不懂噎了回去。你以为这只是个别现象，其实在这背后是一整套成熟的傻瓜共振机制在运作。在互联网上，它已经变成了一种新型的情绪病毒。傻瓜共振这个词最早出现在1959年出版的《傻瓜的共振》一书中。它的逻辑是这样的：傻瓜的某些认知无法在现实中被验证，他不被身边的人理解，认同度极低，他渴望被理解，于是不断的试图找到同类。一旦找到，他就会像触电一样，会带来一种强烈的情绪兴奋。于是2人变10人，10人变1000人，集体进入一种脱离现实但极其爽的共鸣狂欢中。这不是知识共振，而是情绪的回音壁。有人会问，既然他们错了，那高认知的人为什么不站出来讲讲道理？问题来了，高认知的人讲逻辑，傻瓜讲感觉。一个理性的人要和一个非理性的人的对话，前提是我们承认这个世界是可以靠逻辑得出结论的。但在傻瓜共振的世界里，他们根本不讲逻辑，只讲认同。只要有人敢反对，就成了圈外人、异类、别有用心的人。你试图讲因果，他说你不接地气。你试图讲证据，他会说我身边的人都不是这样的。这个时候，理性不但没用，还很容易被群体直接消音。乌合之众里有句话，群体不需要真理，他们需要的是认同和激励。傻瓜共振背后的群体心理是不求逻辑对错，只求有人在一起，不怕烧错方向，只怕烧得不够旺，把人多当成真理的替代品，把爽和对等号画在一起。这是一种典型的认知偷懒，不思考，不深挖，不求因果，取而代之的是口号式认同。只要一句某某是骗子，下面就立刻有一排说得好，终于有人敢说真话了。真话了吗？不重要，有人敢说就够了。在过去，傻瓜可能只在一个村子里感到孤独，但现在只要你有想法，哪怕再偏再蠢，互联网总能帮你找到同频的人。比如你是南京的网友，在评论区喊一句我觉得某某某才是对的，立刻会有山西、广州、哈尔滨的回复，我也是，终于有人懂我了。互联网把傻子地理限制打破了，让自我回应变成全国同步放大，这时候共振就变成了一种情绪合唱，哪怕再愚蠢的声音，在这个密闭的信息空间里也会变得震耳欲聋。其实你不用变聪明去避免共振，你只要每次想转发一个口号、刷一个跟风评论时，问自己一句话：我是真的思考过，还是只是被别人的情绪推着走？因为这个时代真正危险的不是傻子，而是你不自知的参加了他们的合唱。好了，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。如果你也喜欢我的内容，请关注、点赞、转发、收藏，咱们下期再见。